为何马来半岛西马来西亚这么发达，而东马来西亚婆罗洲却那么的落后呢？有些地方甚至连手机信号都没有。马来西亚在发展东马婆罗洲时候，到底有多艰难呢？时任来自东马的副首相法迪拉表示：“看清楚啊，这个副首相是来自东马，是东马在马来西亚联邦的代表。”他自己表示，虽然东马、沙巴和沙拉越面积很大，但与马来半岛相比，人口密度低。东马有超过60% 的领土，却只有17% 的人口，因此人口密度低是这两个州落后于西马其他州的发展因素之一。Biasanya pembangunan biasanya memfokuskan kepada ramainya penduduk. Sebab itu dari dulu bila perancangan Sabah Sarawak seringkali tertinggal sebab penduduknya sikit. 马来西亚联邦政府拨款的优先顺序是根据一个州或省的人口比例来给的。以吉隆坡为例，法迪拉说，由于人口众多，首都比包括半岛本身在内其他地区或州还要先进得多，比如吉兰丹、波利斯等。不过他也表示，这种情况并不意味着其他州或地区被排斥，只是一个州的发展采用了不同经济规划方式和方法。近年来，导致东马人口较少的因素，除了基数小以外，像西马涌入大量务工人群，也成为一个新的流失增长点。马来西亚是全亚洲基础设施位居前列的国家，但这其实说的是西马。在西马是高度现代化的，摩天大楼林立，更有世界第2高楼坐镇，而东马则没有，很多地方还没有开发，连捷运、地铁等都没有。也有一些西马人也经常嘲讽东马人是否还住在树上，所以这里你可以看出两地发展的差距会影响全民团结，降低东马人对马来西亚的身份认同。有句话叫做"想要富，必须先修路"。西马马来半岛拥有完整的铁路系统和高速公路系统，其南北大道和东海岸大道分别在1994年和2015年完工。反观其东马婆罗洲领土，至今主要公路仍然是双向双车道，非双向4车道。至于铁路，东马唯一能运作的是134公里英国留下的铁路，其速度仅为每小时80公里。大马副首相也说，以沙拉越为例，大部分土地是泥炭沼泽，而修路材料多数是从西马带过来的，所以经常面临修路成本高昂的问题。大家好，我是尼克斯，尼克是一个专注于提供国际知识的频道。如果你没关注的话，现在伸手关注了，还记得打开那小铃铛，要为每一周更新。上一期我们也谈到了，马来西亚当年为了争取东马来西亚共主马来西亚联邦，向东马做了很大程度上的让步，至今依然有很多政策依旧保持着对东马的倾斜。如果你没看的话，请按上面链接去看呗，或等下来频道找也行。此外，东马供电也不稳定，东马的停电比西马来得频繁，而沙巴的停电率更是位居榜首。根据2017年的数据，沙巴的停电率比西马多出4.8倍。每年平均每户家庭停电时间约241分钟，相当于4个小时，而西马仅有50分钟。换言之，单凭供电就足以成为企业优先考虑在西马设厂的因素之一。由于基础设施欠发达，沙巴沙拉越在吸引工业发展投资方面继续面临挑战。但缺乏支持性生态系统及本地技术、熟练人才、高效供应链和有细腻的奖励措施，会形成较低的产量以及较低的投资和消费，将导致较低的 GDP 增长，进而推高失业率。根据第12大马计划，与马来西亚其他州属相比，沙巴和沙拉 GDP 增长是最低的，在2016至2020年间，分别仅为每年1% 和0.9% 的经济增长。这两个州在过去5年的经济表现，年增长率都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2.7%。在第12大马计划报告中也列出，马来西亚10个最贫穷的县区，其中8个坐落在东马沙巴州，而沙拉越和吉兰丹则各占1个。东南亚唯一的发达国家和排名第1的国际金融中心也坐落在西马来西亚的隔壁，它所产生的溢出效益会使得西马，尤其是罗佛州受益，而不是东马。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也涵盖马来半岛而已。这条贸易路线一旦完成，将使西马人民比东马人民受益更多。而东马改变命运的机会，或许要等到印尼新首都在婆罗洲建成后，依靠印尼这东南亚最大经济体的力量发展起来。你认为呢？欢迎在下方留言您的看法，让我们一起交流吧。如果你想看印尼新首都到底是长什么样的，可以点击上面链接去看，或者下来频道找也行。如果你喜欢这部视频的话，欢迎你点赞、关注、分享，还有记得打开那小铃铛，我会每一周更新。好，我是尼克斯，尼克是一个专注于提供国际知识的频道，我们下期见，拜拜，记得关注或订阅哦。